口下去会先吃到萝卜的那个绵密，最后那个芝麻香气才会跑出来。我觉得这是它的特色哎，好像猪油拌饭哦，赞！很厉害，而且口感非常的绵密。来一次点一次。为什么会在10年前就开始跳入蔬食这个领域？跟我们刚原籍的星云法师有段姻缘。欢迎来到路探店，我是陆冰，我是小野。今天我们要来吃的是台中的汉来蔬食。那它是位在台中广山SOGO的16楼，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吃汉来蔬食。其实已经慕名很久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了一整桌。那这些菜色是他们帮我们推荐的，全素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吃。开吃。然后我们第一个呢是千层萝卜丝酥饺，这种东西其实在外面还蛮常见，但他们家的蛮特别的，是比较很大一个哎，芝麻是放在底下的，跟外面的是不大一样。我知道它为什么要放在下面的。你第一口下去会先吃到萝卜的那个绵密，最后那个芝麻香气才会跑出来，因为萝卜的味道比较淡，所以你会先吃到萝卜的鲜甜。我觉得这是它的特色哎，它多了一个层次。它饼皮下面就是放芝麻那边，它是比较厚的，上面是酥跟绵密，然后咬下去最后是脆的口感。我觉得它热的吃一定很好吃。好，再来我要跟大家先分享的是他们家的茶，他们的茶。它吃起来很像炒过的荞麦泡出来的茶，然后我们刚刚询问一下，说它是用太阳晒过的荞麦，醋晒到金黄色之后，再拿来泡茶。它会有一个烘过的松子的味道，我觉得蛮厉害的。再来我们要吃的是这个黑松露野菌饺。下面有莲藕哎，对，下面还放了一片莲藕哎，它的惊喜都藏在底下。感觉到一口哎。我知道为什么它下面要加莲藕，水晶饺是那种 QQ 弹弹的口感，最下面你加莲藕又是再加了另外一个口感进来。松露搭的蛮好的，它其实里面整体来说是非常清淡的，可是松露它就是一点点在上面点缀，所以它让整个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再来我们要吃的是这个长相脆梨酥的陈醋乡村脆三丝。哇，很顺呢。它不好念哦，大家可以试着在荧幕里面陈醋乡村脆三丝一起念念看。陈醋乡村脆三丝。你会觉得它这个胡麻酱调的好棒，因为它胡麻酱是带一点那种柠檬酸味的那种胡麻酱，很香。它里面的三丝是茭白笋、金针菇还有杏鲍菇。我自己觉得单吃就不错，但如果你喜欢就胡麻再加点酸的味道的话，可以搭配他们的酱汁。再来我们要吃的是这个韩式山药卷心脆，那它是2023年3月16号上的新菜色。有泡菜在里面，这个我喜欢。它的韩式酱会辣，辣度呢是微辣到小辣，整个搭起来是很好吃的。有些人其实不是很喜欢山药的口感，但如果你是那种人的话，你不用怕这一道，对，吃不出来。这一道是可以吃的。它泡菜很好吃。再来是这道和风蒲烧鲜笋饭。哇，下面有来拍，看来真的很惊喜耶！这搞得很像什么很香的油拌饭那样子，你知道吗？我原本以为它是油饭结果是拌的那个酱汁啊，好像猪油拌饭哦。你会再咬到它那个松子，对，上面的松子的香气也会慢慢的释放出来。我们来试试看它这个鳗鱼，对，鳗鱼。口感跟味道都很像它一点素料的味道都没有。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吃过最像的鳗鱼。哇！我是想说，如果它这个下面的砂锅再烧的热一点，我在挖的时候可以挖到底下的锅巴，那就无敌了。接下来这一道也是新菜，3月16的新菜，它叫藤椒酸菜铺。哇！下面有粉丝哎！它这个上面这样看起来其实很像我们还没转食性之前吃的大肠啊。哇靠！我闻到藤椒的味道了。藤椒很香它不是客家风味，蛮地道的中国菜。对，川味。我跟你讲，它辣度应该有介在中辣它会慢慢辣上来的缓慢的上来。有，很缓慢。它上面附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某种豆制品，然后里面包了植物肉，卷起来之后切成这样的片状。这一道我喜欢更喜欢它的本身的调味，酸味就是淡淡的酸，有层次的酸，这味道在台湾比较少吃到。对，我觉得这个是很中国的菜色，我觉得喜欢中式菜的人会很喜欢这个。再来是他们家的招牌红烧狮子头。它口感比较偏软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泡太久的关系。目前我这道没有让我太惊艳的地方。狮子头应该就是植物肉用的比较多，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那就看你喜不喜欢吃植物肉，可以试着去做选择。
这道它是新菜色，叫做焦香干锅彩酥，拌的时候香气就跑出来了，很厉有没害。有？在拌的时候香气就不跑出来是，。我看到3层肉，天哪！来吃来吃。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它冷掉。它这个吃应该很好吃。热热吃的话，香气一定会更浓郁一点。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台中这间汉来蔬食，它是在广山收购嘛，所以等于说你停车是很方便的。对，因为广山收购下面就有停车场，我觉得对于家庭聚餐啊什么都还蛮不错的。它有蛮多个小包间，也有4人座、6人座、10人座。菜单也会有合菜，就是4人、6人、8人、10人的合菜，不用担心你会有选择障碍，他们有帮你配好的。再来也是一个非常难念的新菜色哦，它叫做甘味海参菇炖中。哎呦，我闻到人参的味道了，有，好香哦！有味。大家看到这个啊，你看我刚刚以为它是木耳，然后我就问了一下经理，它是海参菇。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它现在是冷的哦，但它超好喝，中药材，然后跟很多蔬菜熬出来的汤头。对，所以我下次来绝对点一盅。再来我们要吃的是它的木桶豆花，不夸张，他现在在这样挖，我这个距离已经闻到豆香味了，不用靠那么近，我在这里就闻到了。然后我们在上面加它的这个红豆，很饱满的红豆。红豆，这个应该是那个大红豆，屏东的那个玉，然后给它淋上去。淋上去，好吃。因为我们两个很爱吃豆花，现在很难找到好吃的豆花。因为我们真的买过一碗要50-60块，然后那个豆花像布丁，然后完全没有豆香味的那种。它这个豆香是真的很厉害，而且口感非常的绵密。还有一个，它这个很加分，因为它用的是红糖，所以它完全不死甜。然后它里面又混了红枣跟姜去熬过的，它有一个老姜的那种味道，赞。我会想要来买外带，买外带的话，它会跟这个一起吗？我知道哎。我等一下问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夜入必点第一名就是当之不浪的，就是它很像鳗鱼饭的那个和风蒲烧鲜笋饭，价位啊跟它的好吃美味度啊都是1等1的。第一名。第二个是它的汤啦，甘味海参菇炖盅，它的价位会比较偏高，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它这个汤的话，料我觉得很实在，我觉得很值得，很值得，要试试看。对，第3名呢，这个叫做藤椒酸菜锅，我觉得它的味道是台湾比较少吃到的味道，然后味道蛮正宗的，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但就是看个人，你喜不喜欢吃辣。第4个我觉得也是必点的，就是那个萝卜丝饼，它下面那个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别出心裁的一个地方，让我蛮开心的。第5个的话蛮犹豫，就是它的这个韩式山药卷心脆，它里面的泡菜是真的蛮惊艳的，这样酸酸辣辣的，辣度大概在小辣。然后跟它竞争的是这个黑松露野菌饺，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整个味道搭配起来是很赞的。对，再加上它下面那个莲藕，其实整个口感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所以这2个呢，我觉得平分秋色，平分秋色。再来就是它的甜点必点，真的，它的豆花点心必点一定是它的豆花，豆花太厉害了。来一次点一次，一定要点，一定。对，然后我等一下真的要去问他的外带可不可以给我那个。这一次呢，我真的很想要问一下，他那个和风蒲烧鲜笋饭可不可以克制，再烧久一点变锅巴？我们来去问问看他的经理。你真的要问吗？我要问，我这样问问看。那我们请到我们的品牌经理，汉来品牌经理庄经理。首先就是要问我们今天吃到很厉害的那一道菜，和风蒲烧鲜笋饭，它有没有可能客制化，然后让它的锅巴变得更多一点，焦香味重一点，对，锅巴味道多一点，口感上会更有层次、更丰富，这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点菜的时候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是 OK 的。师傅帮我们锅巴烧多一点，焦香一点，OK 没有问题的。那我后面还有一些问题想要来问庄经理。我知道汉来是从高雄饭店开始，底下有很多的一些餐饮品牌，10年多前进入这领域是还蛮前，就是还在蛮前段的。为什么会在10年前就开始跳入蔬食这个领域？这跟我们刚刚原籍的星云法师有段姻缘啊，因为那在10多年前他有幸来我们汉来用餐，我想法师他也吃素很多年，20-30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点心创意料理，让他去试看看。没想到一试成主顾啦，觉得这个素食真的有别于以往的一个料理的呈现啊，口感。2010年那一段时间是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开山的一个时间，第一个就想到我们汉来素食，就找我们去驻店。原本就只是因为星云法师有被邀请到你们汉来的饭店里面去吃饭，是，然后
主厨专门为星云法师做了一些素食的料理。对。结果吃了之后，星云法师给你们很大的评价跟星云法师的一个因缘机会开创了这个品牌。后面想问说，就是你们好像每一季都会研发一些新的菜色，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或是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其实困难的地方倒没有，但是的确我们会每一季我们会推出一些新的菜色，用荤食的料理方式的呈现。我们吃的那个鲜笋蒲烧鲜笋饭，就是港式鳗鱼饭的一个算是结合，其实会蹦出很多种不同的食材的变化。台湾对素食这2个字，在10多年前跟10多年后的现在，我们真的越来越年轻化，这样的料理呈现没有太多的感觉我在吃素。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很积极的在努力的是，常常让客人一个观念说，我不是在吃素，我在吃料理，只是没有放肉，我只是没有放葱蒜。你自己有感觉吃素食的族群年轻化有吗？非常有，非常有，真的。因为早在10年前的话，大概还是都落在50岁、60岁，慢慢的40、30、20，年轻人很多。很感谢汉来素食在素食这个领域这么快，在10多年前，这样算起来5家分店了。目前5间分店。对啊，然后一直在做变化，一直努力的去做了。我相信这个族群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年轻化。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请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的豆花可以外带吗？直接帮我包一桶。可以。然后真的有附那个木桶。哦，没有。我没有到。木桶不能包。木桶没有包。豆花超好吃，感谢，谢谢你们，谢谢你多指教，谢谢。好，那我们今天汉来素食就到这边，好，喜欢这支影片就帮我们订阅、开小铃铛，不要忘记追踪我们 Facebook 和 IG 哦，拜拜。记得来汉来素食吃吃看。那个我们推荐第1名真的厉害，赞。